欢迎收看丁妈生点评。今天你又变美了吗？今天我们聊一聊姐妹们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排毒。在这条视频中，你会了解到什么是毒，什么是排毒，以及最有效的排毒成分。总之，10分钟之后，你会对排毒有更加科学的认知。所谓毒，并不一定是鹤顶红之类的几秒致命的成分，而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的统称。它们包括空气污染物中的多环芳烃和重金属，护肤品中的苯和铅，食品中的亚硝酸盐、农残和黄曲霉素，菌产生的肠毒素等等等等。人们常常认为可以吃一些东西使之在体内跟毒素相结合，或者是服用泻药加速肠道的排空就是排毒了。其实呢，这是完全没有抓住重点，搞不好呢还会起反作用。其实说到底啊，排毒还是要靠我们本身自己，因为呢人体本身就具备强大的解毒系统，主要包括肝脏啊、肾脏、皮肤、消化道，然后肝脏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肝脏细胞对外源和内源性毒素的解毒过程包括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氧化活化反应，第2个阶段是结合反应。在第一阶段中，细胞色素 P450 酶家族成员呢，通过酶促反应把脂溶性的毒素转化为更易处理的中间代谢产物。第2阶段更为关键，因为在第一阶段产生的中间产物有时可能比原始毒素更具活性和毒性，大多数化学致癌物需要通过第一阶段进行代谢活化才能引。因此，这些中间产物必须被立刻处理掉。在第2阶段，通过葡萄糖醛酸化、硫酸化、结合谷胱甘肽等过程，给有毒性的中间产物分子上再加一个水溶性的基团，从而使之转变成没有毒性而且更易溶于水的形式，进而通过胆汁、粪便以及尿液排出体外。如果有人为了排毒常常吃泻药，不但对肝脏的解毒系统没有帮助，反而会破坏肠道群和肠壁的完整性，加重肝脏的负担，甚至呢造成肝损伤，简直就是帮倒忙了。因此，如果你真的想要排毒，首先呢要减少跟有害物质的接触，空气不好的时候你要开净化器啊，然后只喝纯化过的水啊，洗菜要认真啊，少吃深加工食品，不吃发霉过期的食品啊，然后你的护肤品和家用日化产品一定要看好成分等等。其次呢，要营养均衡，排毒的第2阶段需要大量营养物质的参与，比如说氧化剂啊、不饱和脂肪酸啊、氨基酸啊、矿物质等等。另外呢，有一种食物尤其有利于排毒，那就是我们以前的视频中曾经介绍过的西兰花苗。因为西兰花苗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萝卜硫苷，当萝卜硫苷摄入体内，会在黑芥子酶的作用下生成萝卜硫素。199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萝卜硫素是第2阶段解毒酶最有效的天然诱导剂。另外呢，萝卜硫素还能通过提升抗氧化酶的含量，从而达到长效抗氧化的目的，消灭在解毒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超氧化物。除了能排毒，萝卜硫素呢还能在防癌呀、抗癌呀、改善心血管呀、调节血糖呀、改善自闭症啊、改善神经损伤和脑损伤等方面有潜在的益处。吃西兰花苗的时候最好是生吃，因为高温会破坏萝卜硫苷的结构。另外呢，如果能搭配芥末粉一起吃，那就会效果加倍。因为大家还记得吗？萝卜硫苷是要在黑芥子酶的作用下才能转化成萝卜硫素的，而芥末粉则是黑芥子酶的最佳来源。嫌麻烦，你直接买保健品回来吃也可以，比如刚刚提到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发明并且生产的 True Broth， 以及后起之秀 Cell Logic 生产的 Enduracell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科学界对排毒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仍然存在争议，大多数情况下多吃瓜果蔬菜，特别是西兰花苗，然后常常运动啊、晒太阳啊、呼吸新鲜空气啊，其实就是排毒了。某些特定人群，比如由于职业暴露或者环境污染，长期暴露在有毒环境的人，长期酗酒、吸烟的人，长期用药者，化疗过后有肝脏病或者慢性疲劳综合症、慢性重金属中毒的人呢，是可以考虑服用保健品的方式给肝脏助力，千万不要再乱买泻药回家瞎排毒了啊！好啦，这一期丁妈生点评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有收获，请点赞、收藏，并且转发给有需要的小伙伴。就在这里啦，拜拜。